我手裡拿的这種就是非常便宜的电烙鐵。这种电烙鐵好不好用呢？適不適合新手入門呢？今天我們就來好好的說一說它有什麼樣的缺點，有什麼樣的優點。首先我下一個結論，就是這樣形狀的電烙鐵是打擊新手入門的攔路虎。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買的這個電烙鐵是我開始入門電烙鐵的時候買的一個套裝，裡邊包含了一卷焊锡絲，還有松香，還有一個支架，這樣一個套餐。这个套餐有什麼樣的問題呢？首先，套裝送的這個焊锡絲非常的垃圾，你看到目前我都沒有使用完。它的實際的焊锡絲是這樣細的焊锡絲，就是它焊接的時候不容易粘在線頭或者銅上面，不容易焊接。它可以畫，但是不容易焊接到其他的地方。然後就是它自帶的烙鐵頭，這個是我後來買的，這是我用壞的所有的烙鐵頭。這個是它自帶的烙鐵頭，不沾锡，搭配上這個焊锡絲，用起來真的是非常打擊人的自信心的，特別是想入門焊接電線、焊接的人，非常的難用。然後後來我就買了2款烙鐵頭，這2個烙鐵頭有個特點，就是它是紅銅的，而且是沒有塗層的。原來我想的是這樣，第一個烙鐵頭它不是鐵的嗎？我就想着是不是弄成紅銅的它就會容易沾锡了呢？因為我在焊接的時候發現，就是焊接的地方如果有銅的話，那種焊锡絲化掉之後是容易沾的。這個它也是尖頭的，買了2個。當然這種銅的我也是用了一段時間，當然是比它好用的多的，但是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它也有了問題，就是它也不沾锡了，因為它沒有塗層嘛，容易氧化。它實際上焊線頭的話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是用電烙鐵去廢板子上面的元器件的時候，然後燙的時候它是上面是沒有锡的，然後直接就是硬發熱，然後去燙那個主板上面的元件，直接去燙這些觸點，這些锡的焊點，去燙它的時候把它燙化，然後直接就把這2個烙鐵頭給它用廢了。這2個烙鐵頭也是這麼給它用壞的，很容易用壞，特別是這種觸點比較大的，又大還又多的，去它的時候，然後這種電烙鐵它有個問題，它是一直加熱的，就是通上電之後它就是一直加熱，然後你隨着你不斷的去燙這些觸點，它的锡會慢慢的掉，然後造成這個烙鐵頭的氧化之後，然後它就不沾锡了。這個烙鐵頭它最主要的沾锡的部分是這個截面的部分，這些沾的锡都沾到這一圈的側面了，這個烙鐵頭這就完全的不沾锡了。當然我買的這個烙鐵頭本身它這個質量就不是太好，這個是稍微貴一點的，但是也隨着我去掉這些板子上面的元器件，然後就給它弄壞了。然後自帶的這個松香好不好用呢？我只能說能用，但是對於新手來說很難用，特別是你配合上它這個送的垃圾焊絲，還有垃圾烙鐵頭，再加上這個松香，完全是焊不上就導致氧化烙鐵頭，非常打擊人的自信心，非常讓人挫敗。這個松香它其實也能用，特別是焊線的時候，加熱的時候，烙鐵直接一燙，然後這些松香就化成水了，然後直接把線頭給它放進去，然後提出來，它就沾滿了松香。到時候焊線的話，這个锡也是容易上到這個電線上。但是它有個問題，就是它質地比較硬，比較脆。假如說我要是在這個板子上讓它這個锡方便的融化的話，如果要加這個松香的話，就不是太方便，因為它是塊狀的嘛。很多焊線的老手會把這些松香給它搗碎，然後加一小塊放到這兒，然後用烙鐵給它加熱，然後就很方便的把這個锡的觸點給它融化掉。當然對於新手來說，最方便使用的話就是這種的助焊劑。這種的助焊劑它看起來是固狀的，其實它是液態的，你這樣然後一擠就擠出來了，還是比這個方便，但是實際用起來的效果兩者是差不多的。當然還有一種辦法，
就是把这種松香給它做成可流動的助汗劑。如果有感興趣的話，可以在評論區留言制作助汗劑，以後我可以專門做一個教程來幫助大家把现在手頭上的塊狀的松香給它製成可流動的助汗劑。以上呢就是我說的使用這種入門的便宜的電烙鐵第一需要面臨的攔路虎。下面就是正常使用之後，你換了烙鐵頭，換了好用的焊錫絲之後，使用了助汗劑之後，這個烙鐵頭又會面臨怎樣的問題呢？我先說第一點，它是直接插220伏的電，沒有接地的，就是你要是焊接芯片的話，它有可能會把這個芯片給擊穿，因為有可能它会，比如說這裡邊的電路損壞呀，或者漏電呀，會導致它帶有電。然後你在焊接的時候，假如說你直接刮到這2個針腳的話，這2個針腳直接給它帶有電的話，直接就有可能把這個芯片給它擊穿。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把這個線給它插上通上電之後，你看這個線很不方便，這樣有時候你需要左手來拿電烙鐵，右手拿鑷子，你看這個線就容易挨着這個電烙鐵，就容易把線給它燙壞。你看我这上面就有燙壞的部分，這是一個，我也是很小心的用了，看看它已經燙壞了2處，加上剛才的3處，就很容易燙壞。這個線雖然不硬吧，但是它就是很不方便，很礙事兒，而且你用的話只能插着電用。假如說你要是去修理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電器，你沒辦法把它放在你桌子上，這時候你需要接一個很長的一個插排，然後到設備那邊去給它焊線，就非常的麻煩。還有就是烙鐵頭，用這種尖的烙鐵頭，它可以去焊這種一個一個的單個的觸點，這樣焊是沒有問題的。假如說你要是焊這種多個針腳的這種的芯片的話，就需要更換。假如說是它正發着熱呢，然後你需要更換的話，你不可能直接去这樣拧，它是这樣去更換的。這有個螺絲，這是烙鐵頭，就這樣的更換的。你想你手怎麼碰，根本沒法碰。我的做法就是使用鉗子夾着它，然後給它換。你看這樣有多麻煩吧，得擰好幾圈，這樣夾着，然後再給它放上去。換烙鐵頭比較麻煩，那為什麼我要用這種尖的烙鐵頭呢，而不用那種刀頭的呢？焊接這樣的芯片的話，最方便的這個烙鐵頭就是這種刀頭，這種平口的，這個橫截面必須要平。你要換用其他的烙鐵頭還不太方便，就這樣可以把上面多餘的錫給它刮掉。你要是用這種的烙鐵頭，你怎麼刮？刮不掉，根本沒法刮。這就是我為什麼要用這種烙鐵頭去焊這種的。還有另外一點，這個烙鐵頭它是一直加熱的，雖然它是上邊有溫度限制，但是它裡邊的芯片是比較小的，它這個控制也不是很精準的，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到底一直在加熱還是怎麼回事，就非常容易導致這個烙鐵頭氧化。這個一氧化它就直接壞了。就換了這麼多烙鐵頭之後，然後我就發現像這樣的烙鐵頭，這種尖的烙鐵頭，它好像就是不那麼容易壞。你看它這個粘錫就粘的地方比較小，如果有雜質的話，稍微刮一刮，蹭一下，然後它就非常容易粘錫，而且不容易氧化。像这种刀头的，它这个粘錫的面是两塊，這個橫截面和這個橫截面，有可能是發熱芯是從裡邊加熱會直接傳遞到這兒，所以說這兩個截面非常容易發黑氧化，而這個就感覺比較好，它這個塗層應該是這一圈都有，所以說這種的我個人感覺用起來它非常不容易氧化，所以我就非常喜歡用這種的烙鐵頭。然後就是用這種烙鐵拆電子元器件，去燙這個電磁元器件。我最開始拆這種電磁元器件的時候，就是直接燙，也不加錫，也不用助焊劑，就直接這樣燙。這種板子很多都是用的這種錫，不是你
自己購買的這樣的錫，它这個錫的純度是比較高的，裡邊可能含有銅，它是高溫錫，所以說你用這樣的烙鐵頭，又把溫度調得比較高，去燙這樣的焊點是非常非常難給它燙融化的，然後就會導致烙鐵頭氧化發黑，直接壞了。我就是吃了這樣的虧，特別是這種電源板，它的錫都是高溫錫，可以燙一點低溫錫給它融到這個焊點裡邊，然後它的熔點就降低了，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的把這些多觸点的元器件給它去掉。然后我還發現，像这種焊接这種小的這種芯片，多針腳的芯片，然後這樣的烙鐵頭，它就稍微顯得有點大。我要是這樣去焊的話，它容易刮到這小的這些電阻啊什麼的小的元器件，有可能一刮，然後把這些都給它刮跑了。这個烙鐵頭是有點大的，就是目前現在市面上有一些烙鐵頭，它是縮小版的，它這個刀頭是稍微小一點的，這樣的話就焊接這種小的芯片，多針腳的芯片就比較容易方便。最後一個，用這種便宜的烙鐵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它這個調溫度是通過這個撥盤來調動的。我們平時最常用的焊錫絲是60%的錫含量，然後40%的鉛含量，這種就是低溫錫嘛，它的熔點大概是180度，然後我最常調的這個溫度是350度，這樣的話就是既化錫比較快，然後升溫也比較快，我是這樣去用的。但是實際上這種烙鐵頭它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這個是尖頭的還比較好，假如說我要是使用這樣的方形烙鐵頭，我一般焊接的話是這樣去拿的，就有可能看你手的話会碰到這個旋鈕，然後這樣一拿，你也不知道溫度是高了還是低了，所以經常我就會翻過來去看一下，甚至說我會自己去調整一下，把這個方向給它調成旋鈕向上這樣的一個方式，然後再確認一下溫度是350度，然後這樣去焊接，這就是非常容易誤觸的一個設計，不好用。我讓你看一下我最近需要焊的一個東西，用這個烙鐵頭真是費老大勁了，我焊了好幾次，然後都發現沒有焊好。我讓你看看我焊的東西吧。這個是我最近焊的一個芯片，焊的是什麼問題呢？剛開始焊錫的時候，我是看了這個每個觸點是接觸的很好的，但是裡邊的話它出現了連錫的情況，就是這個芯片的底下可能有錫，導致某兩個針腳是相通的。其實按正常的來說的話，應該是不同的，每一個針腳都有它自己的一個觸點，一個是這個是它的焊盘，一個是就是這邊和這邊是不通的，這邊和這邊也是不通的，實際上是這樣的。但是我焊接下來就發現，就是某兩個針腳它最後是通的，這樣就出現了問題。然後我就給它吹了吹掉之後，還是發現它是通着的。因為我用的那個烙鐵頭是用的是這個馬蹄頭的，用它焊的話就非常的難，因为它沒有一個像刀頭那樣的可以去刮，它沒有像刀頭的這樣的一個平面去焊接的話，然後這樣把多餘的錫給刮掉。使用這樣的烙鐵頭焊的話，就不方便的去刮這些焊錫。然後我用熱風槍，然後我給它吹了幾次之後，現在就導致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它的某些針腳它有點翹起來了，就是它不平了，某些針腳可能是翹的，有某些針腳就導致你看現在一些針腳是和焊盤是接觸的，另一些針腳它是翹起來的，它是沒有接觸的，就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為了能進一步的焊好這樣的小芯片，然後我花巨資買了菲尼瑞斯的 DWS-P2 的烙鐵，它其實也叫焊台，因為它的功能不像這種就是純的一個加熱線，它帶一個台子的，所以它叫焊台。然後今天我們就給它先開箱一下，然後再實際的去使用起來。下面我們就快速的給它開一下箱。我還買了5個烙鐵頭，我們看一下刀頭，刀頭差不多，稍微小了一點，然後這個也稍微細了一點。這3個是一個尖頭的，
這基本上是所有的最常用的烙铁头了。下面就是本体了。这个就是焊台的本体了。好，我们给它装一下，因为我们要焊一下这个小的芯片，所以我们用这个刀头，小的刀头，我们快速给它組裝一下。這個是一個烙鐵架，這樣一拔就出來了。這邊有一個螺絲孔，給它擰上，然後用我們自己買的焊錫絲直接套上也是可以的。是這樣的螺絲，一模一樣的，兩邊都可以。我習慣裝到這邊。這就是烙鐵嗎？好輕呀！我們看怎麼給它裝啊？這個是放海綿的地方，還有一根這樣的線，我們拆開看一下。天線嗎？不對，就是一個架子。我們點 OK 給它開機，然後開機之後顯示待機中，然後我們給它拔掉烙鐵，它會自動升溫。我們等一下看它升溫需要多久。第一個溫度設置的是350度。上面一共設置了3個溫度，自定義的溫度350度、300度、300度。波動波輪可以調節溫度，這個溫度是可以鎖定的。按這個 CH 可以調自定義的3個溫度。然後按上面的設置鍵，滑動波輪可以調菜單。再按設置可以退出。按 OK 鍵，然後進入2級菜單，使用波輪可以調整設置。按設置鍵返回上一級，再按一下返回主頁。插上烙鐵頭，溫度會立馬降低。然後默認設置的是待機溫度為100度。這個烙鐵頭還可以調整角度。長按然後關機。我們看一下它的外觀。側面是塑料的，底部是鑄鐵的。後背有3個插口。第一個是 Type-C 的充電口，然後第二個這個圓口是接地的口，但是沒有帶那種接地的線。這個充電口需要65瓦供電 ，PD 供電。然後這個插烙鐵的這個口上面是有卡扣的，但是這個拔起來不太容易拔，因為它是光面的，沒有附着力，比較難拔。側面也是一樣的，塑料的。然後上面有很多的防燙的橡膠，這一點我是非常喜歡的。現在菲尼瑞斯正在做10週年的活動，大家可以去官網看一下有沒有需要的。現在做的活動力度還是比較大的。然後我買了
這6個烙鐵頭，其中3個是尖头的，然后2個是刀形的，還有1個馬蹄頭的。這是說明書，上面都是中文和英文的。这是具体的參數。立馬降低。還有一個休眠倒計時。這個線應該也是防燙的，不像這種線很硬。下面我們就實地的去測試一下。先是這個板子，我們給它去2個元器件試一下，看這個化稀速度是怎麼樣的。我們給它去哪2個元器件呢？先把這個小的給它去掉吧。溫度也是設置的300度，好，升高到了，速度也是很快的。现在我们不加低温锡，也不加助焊剂，直接给它焊。温度有点低，不行，咱们把温度调高一点，直接拨动这个波轮，它就可以调这个设置的温度。我们直接给它调到350度 ，OK。现在温度已经到350度了，对，是化了，是可以化的。其實去這種元器件必須要添加新的焊錫絲，就是低溫錫置換高溫錫，這樣去掉的話更好一點。像這樣直接燙的話還是不容易去掉的，這個焊點還是比較小的，化是可以化。現在我需要用熱風槍把這個芯片給它去掉，然後再給它重新焊一遍，用熱風槍給它吹熱，這是轉着圈的加熱，然後試着推動一下這個芯片，如果推得動的話就把它夾起來，如果推不動的話再加熱一會兒。 OK， 焊這樣的芯片很關鍵的一點就是把這個焊盤一定給它清理乾淨，就用這種吸吸帶，這個開機還是長按開機的，用吸吸帶把上面的锡給它吸乾淨，再給它加一點助焊劑，給它徹底清乾淨。這樣清理完上面的焊錫之後，我們還需要把這個板子給它洗一下。如果有洗板水的話，用洗板水；沒有的話，可以用酒精來代替。然後我就用酒精吧。然後拿酒精的功夫，然後我也把這個海綿給它沾了水。這個海綿沾水有一定的講究，不能讓它有水分滴下來，就是給它沾濕，但是又不能滴水，放進去。拿出酒精的蓋兒，噴到這個蓋子裡邊，然後用棉籤把這個酒精給它蘸上去，然後擦這個板子。然後這個板子就洗的相對來說比較乾淨了。之前的話，這個芯片有些針腳它是翹起來了，我們還需要給它矯正一下。然後下面我們就把這個芯片重新給它焊上去。我稍微點了一腳，把錫給它點上去了。我們看一下這個針腳有沒有對應起來，還是稍微有點歪的。我們再看一下，有一個針腳還是有點歪的，這邊的針腳有點歪，再調整調整還不行。現在從肉眼上來看，每個針腳都是貼到這個焊盤上了。下面我們再給它清理一下。我已經好久沒焊了，有1年多沒有焊這樣的小芯片了。好了，最後呢，我們就再說一下購買電烙鐵的一些建議吧。如果你是偶爾的接一個線頭的話，就那種大的線頭，例如這樣的線頭的話，可以購買這種10幾塊錢的烙鐵，但是要自己購買助焊劑，還有烙鐵頭，不要用它自帶的烙鐵頭，不太好用。然後還有焊錫絲，要自己購買焊錫絲。
焊锡絲的話，就購買锡含量是60%的，就是这樣的焊锡絲。这個焊锡絲有個特點，就是它是最便宜的，而且也是最好用的。它就是低溫锡，比較容易焊。然後使用它的話，就電烙鐵溫度調到350度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一點，就是使用這種電烙鐵要防止電烙鐵被氧化，然後不使用的時候就及時的斷電源，最後不用的时候要給它裹上焊錫，然後焊錫包圍上這個烙鐵頭。然後關於烙鐵頭的耐用程度的話，它的耐用度是這樣的：這個刀頭的最容易被氧化，然後第二的是馬蹄頭，這個是排第二容易被氧化，然後最後的是这種尖頭的最不容易被氧化。這是我使用下來之後的一個感受。如果我說的有問題的話，大家也可以及時糾正。我猜想的話，這個容易被氧化是因為它這個截面不同，這個截面是最大的，它有兩面，這個截面是第二的，它的截面是這兒，然後實際粘锡的位置是這一圈，可能保護層做的比較好一點，它的保護層就和這邊它們這種側邊是一樣的，它這個實際發熱的位置容易氧化的位置是這個地方，但是不用，一般就用它周圍的部分。所以說這個是最耐用的一個烙鐵頭。就是平時焊接電線的話，就可以使用這種尖頭的烙鐵頭。然後需要焊接這種多針腳的芯片的話，就使用刀頭的，然後方便刮锡，其他的就不太方便。焊接芯片的话，就不太建議使用這種烙鐵頭了，因為它沒有接地線，容易把這個芯片給損壞。我這個芯片還比較便宜一點，就是5塊錢左右。假如說比較貴的芯片，一個芯片可能就40-50，比這個烙鐵都貴。所以說不要使用這十幾塊錢的烙鐵去焊接比它烙鐵本身貴的芯片，一定要使用帶地線的，就可以接地線的烙鐵頭。還有焊接芯片的話，使用的那个烙鐵頭要根據這個芯片的針腳來使用，要盡量的選用就是稍微小一點的，你可以看這個針腳稍微小一點的，別使用太大的那個刀頭的烙鐵頭，這樣的話顯得太笨重，還容易擋住視線。關於溫度的設定的話，我發現350度是最常用也最好用的一個溫度。使用這樣的烙鐵頭不太方便，就容易誤觸，你這樣拿着你也不知道現在溫度是多少。它這個溫度的那個箭頭是在這底下的，不是在這上邊，所以說這樣的話就是350度。還有看不見當前的溫度，只能通過去燙锡，然後感覺是不是溫度已經達到了，這種就不太適合焊接比較細密的貴的芯片。好了，今天給大家分享了怎麼選擇新的烙鐵或焊台。如果你也用過這樣的焊台，或者還有我沒有說的它的優缺點，或者使用焊台的一些小技巧，可以在評論區一起討論。還有，如果你也想知道如何通過松香來制作可流動的鑄焊劑的話，可以在評論區打上制作鑄焊劑。下期的話，如果評論比較多的話，可以做一期專門制作的教程。好了，謝謝大家。